发现丈夫精神出轨比她大12岁的女人后，我暗示她大胆地去追求真爱。等他肉体也出轨，我给了他一份离婚协议，拿到了我应得的一切，让他成了我的打工人。我以为他俩的爱情天长地久，没想到也不过是2年而已。他还想回头跟我复婚，我让他滚。周六，我跟丈夫沈朗陪10岁的儿子参加亲子活动。我怀着2胎，很多环节参与不了，只能坐在一边看着丈夫带着儿子玩，蠢蠢欲动，都被丈夫一个眼神制止了。我很喜欢丈夫这种关心过剩的霸道，比如谈恋爱刚同居那会儿，他知道我不爱吃早饭，便会抱着我，将面包喂进我嘴里。比如结婚第1年，我犯胃病，他再也不许我出去跟人喝酒。其实那会刚开始创业，有不少应酬，酒桌上不喝酒怎么可能？如果我不喝，也就意味着只能是他喝，我舍不得，但是他强硬的不许我喝一口，别人敬我酒，他必代劳。再比如怀1胎的时候，他坚持由他做所有的家务。再比如现在怀2胎是个意外，35了，沈朗说去医院检查，身体允许并且我愿意就生，身体不允许，不管我愿不愿意都不许生。我自然是愿意的，自己的孩子嘛。检查后，医生说我的身体条件还可以，生没问题，就是确实有年龄大这个问题存在，还是不能太过操劳。原本我一直坚持上班，但快2个月的时候昏倒在办公室，被沈朗强令回家休息，工作先暂缓。亲子活动后，我带着大儿子在大厅等沈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沈朗突然间心情不好。怎么啦？遇到什么事了吗？我问沈朗。沈朗先是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头继续看车前。没事，工作上的一些事，你不用担心这些，养身体要紧。我身体还好，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说，我或许能帮上忙，就算帮不上，当你的吐槽箱也可以。沈朗笑了，什么吐槽箱？你是我老婆，别瞎担心，真没事。可他一回来，先是将自己关进书房，紧接着又出门，可不像是没事。晚上9点多出门，11点多回来，2个多小时不知道干嘛去了。回来后的心情并没有好多少，但看到我担心的眼神时，还是冲我笑了笑。躺到床上，吻了吻我的肚子。这是每晚我们睡前沈朗必做的事，按他的话说，作为爸爸，每天跟宝宝的交流不能少。哥，我知道，可是我控制不住，我爱他。哥，我对他是真爱，对晴晴没有感情了，只有习惯。哥，晴晴比不上他的。他哒，眼泪落在手机屏幕上。今天再平常不过的一天。早上，沈朗早早起床，吻我，出房门，带着起床的儿子吃早饭，门口依旧传来儿子跟沈朗说爸爸再见的声音。沈朗回他，儿子再见，好好学习。沈朗上班，保姆送孩子去学校。我会比他们迟1个小时起床，吃早饭，做瑜伽。不同的是，吃早饭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视频，明显偷拍的。沈朗在里面说爱他，说对他是真爱，对我只是习惯，说我比不上他。我很想知道他嘴里说的真爱，我比不上的到底是谁？陌生号码像是知道我想什么，接二连三的信息再次发过来，一张照片，一张简介，还有一张沈朗和那个女人从认识到勾勾搭搭的行程表。一个比沈朗大12岁的女人，一个无论是长相还是工作都不如我的女人。沈朗说爱她，说我不如她，真他妈可笑。沈朗是要干嘛？是要印证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吗？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拼命告诉自己，视频或许是假的，在没亲眼看见前，先不要被负面情绪控制。8点半，沈朗回来了。没有应酬的时候，他基本都是这个时间点回来。公司要加班，他需要喘息，要跟朋友约打球，约喝茶，我对他足够信任。所以怀孕回家休息后，我从来没问过他每天到底几点下班，下班后在外面做什么。我尽量保持笑脸，看着他进门，
坐进我身边，吻我，抱我一会儿，不知道自己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在他抱我的时候数起了数来。我数到100下的时候，他松开我，站起来，进了儿子的卧室。儿子在写作业，他每天晚上回来都会检查一番。9点半出儿子房间，这时候的我已经洗好澡，坐在床上看书，而沈朗会去书房。11点多一点，沈朗回房间洗澡。11点半左右上床，轻轻掀开我的衣服，吻我的肚子，同时会说一句爱你，然后便会跟我说关灯睡觉吧。他睡着了，我睡不着，我不会起来去查看沈朗的手机。沈朗睡觉一向前，只要我起，他就会有所察觉。早上，我和沈朗前后脚出门，他在前，我在后。按照行程表上写的，沈朗会去花店买花，而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提前到那女人的公司附近。我在女人公司对面找了家餐店，点了一碗面。我是个孕妇，特别容易饿，就像现在，饿得我心里非常慌。5分钟，面上，沈朗的车也来了。他站在一个女人面前，将花递给她，女人笑得真好看。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沈朗突然伸手想要帮女人拂开耳旁的飘絮，女人下意识避开。沈朗无奈地笑笑，女人冲他挥了挥手，让他走吧。沈朗又是无奈地笑，然后转身进了车。刚刚还觉得不错的面，突然变得很难吃，让人难以下咽。我没再吃一口，擦掉不停往下掉的眼泪。我出门打车回家。4点，我又来到女人公司的对面，这次没再点面，我点了杯豆浆。来得早了，因为不知道沈朗现在到底几点下班，也不知道沈朗今天有没有应酬，更没敢向公司员工打听，怕还没查出什么就暴露了自己，就过来碰碰。沈朗真没让我失望。6点半没到，沈朗出现在女人公司楼下。女人下来，沈朗将手中的礼盒递给女人，女人依旧开心收下。沈朗为女人打开副驾驶车门。我坐沈朗车，从未需要调驾驶位。女人明明跟我身量不一样呢，不知道是她聪明，还是沈朗够谨慎。我打了个车，跟在两人后面。师傅，不用跟很近，不丢就行，主要是不能被发现。司机师傅看了眼我的肚子，一句话没说，死死跟着。两人来到一餐厅，一起吃晚饭，聊的什么？这么开心，沈朗的这个笑容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了。所以说我让他不开心了吗？我拼命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他连笑容都没了。我想不起来是不是我怀孕了，智商下降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怀孕？两人吃过饭，沈朗将女人送回公司，女人开车离开，而沈朗看着女人的车尾，直至消失都没有转开视线。我比沈朗迟1步到家，他到家8点半，我到家8点45。沈朗问我去哪了，怎么没在家？关心的表情一点没变，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到的。我说出去走走，散散步，老是待在家里闷得慌。他说下次出门带上保姆，要不然不安全，出事了怎么办？我说好。沈朗将我扶到沙发上坐下，吻我，抱我。我数，真巧啊，还是100下放开我，然后进儿子的房间。眼泪落下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意识到。保姆给我倒水，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说没有，可能是孕妇情绪变化大。保姆说那是的。我擦掉眼泪，回房洗澡，上床。11点半多一点，沈朗回房，吻我肚子，说爱你。我又想落泪了，怎么办？我只能咬紧牙关，我不能在他面前哭，我不能被他发现一点点破绽。我跟了沈朗半个多月，沈朗就像那个人发给我的行程表上写的一样，每天早上都会买花送给沈朗，下班后会去找他一起吃饭。放假他会陪我和孩子，但晚上总会出去2个多小时。我偷偷跟着他出去，知道他跟那个女人会在某某大厦的停车场下面见面，两人坐在车里聊天，
很开心，会哈哈大笑，触动停车场里的声控灯，又吓得停止，然后两人会对视，不发声的笑开，多甜蜜呀！他会用爱的眼神看着女人，会时不时的给她送礼物，会帮她介绍生意。我相信了，我相信沈朗爱她，爱到哪怕每天只是见1-2小时面，说说话，都能高兴得无以复加。那我呢？我这边也确定了，沈朗每天回来都是在走流程，走着一个表现出爱我，让我丝毫没起疑心的流程。何必呢？不爱我，跟我离婚啊，干嘛让我怀孕？我猛然警醒，或许我怀孕对他来说是好事。以前我没怀孕，还在公司的时候，他们最多每个星期偷偷见1次面。我怀孕了，没法去公司，他们立马变成天天能见面。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啊。可是孩子生下来后，我还是会去公司的呀。到时候难道他们再变成1星期见1次面吗？不可能的，两个这么爱的人，怎么忍受的了？他们现在没发生肉体关系，估计已经下了很近人了，怎么可能？那么沈朗想干什么呢？他想趁我怀孕不在公司的时候做什么呢？我走进书房，掏出我的日记本，很旧了，一篇一篇的翻，直至爸妈离婚那天。这页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将来遇到跟爸妈一样的事，一定会让我的丈夫净身出户，而不是像妈妈这样，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最后却什么都没了。我努力回想当年爸妈的事，每个细节，转移财产，倒打一耙，净身出户，妈妈郁郁寡终。沈朗知道我家世的呀，所以他要做跟爸爸一样的事吗？可笑，太可笑了！我竟然要走上跟妈妈一样的路。不会，我才不会跟妈妈走上同样的路子。妈妈是恋爱脑，我不是。我要跟沈朗离婚，不仅要离婚，还要将我的利益最大化。沈朗陪女人看完电影回来了，我对着门口说：“你回来了？”沈朗笑着说：“回来了，心情很好呢。”沈朗按照流程坐到我旁边，吻我。我故意装作心不在焉，推他：“挡我电视了。”沈朗又笑：“什么电视啊？看得这么入迷？这个男的，这个女的。”我暂停电视，点给他看，两人各自结婚了。因为工作，两人呢有接触，然后两个人相爱了，但是碍于家庭，没法在一起，都挺煎熬的。我觉得何必呢？既然是真爱，就应该勇敢追求啊！人一辈子能有多长？难道要自己下半辈子都活在遗憾里？而且对他们的原配也是不公平的。人在，心不在，多伤人心啊！我边说边打量沈朗的神色。沈朗若有所思地看着电视里的两个人。我知道他们两人没发生关系，最起码在我查他们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他们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在我孕期发生？我不知道，但是不介意推波助澜。沈朗果然又没让我失望。我请的私家侦探说，沈朗最近见女人越来越频繁，而且已经开始出现肢体接触的行为。我看着照片上，两人牵着手，还有沈朗紧挨着女人，护着女人避开行人，不是不心痛，可比起心痛，恶心更甚。2个月时间，我不过问沈朗为什么回来越来越晚，也不问他假期为什么都不在家陪我陪孩子，更不问他出差去哪了。朋友发来他带着女人和我们共同朋友聚会的照片时，我也一句话都没有。我告诉自己，再忍忍，再忍忍，快了，快了，马上就解脱了。我怀胎快7个月的时候，私家侦探给我发来了两人进同一间房，并且1晚上没出来，以及在窗户外拍到两人吻在一起、抱在一起的视频。我知道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伤心吗？当然伤心。这个男人一边说不爱我，对我没感觉了，一边让我怀孕。但凡我知道的早点，我都不会留下这个孩子，我会流掉，然后把孩子的血送给他，让他知道自己到底做了多恶心的事。沈朗出差回来了，半夜12点多，我坐在客厅等他。沈朗将行李箱放在门关，看着我问，为什么还没睡？我看着他笑笑。刚偷吃不久的男人，心虚得多明显。我将离婚协议和搜集到的证据给他。沈朗震惊到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签字。他抱着头跟我忏悔，说对不起，晴晴，你让我再想想，好吗？我没想过跟你离婚的，我跟刘一没什么的，我们没想什么。谁耐烦等他想好，等他想好怎么对付我吗？没想过跟我离婚。你出轨了，是要我忍下来是吗？晴晴，我没有，照片视频都在这里，你还想抵赖？你们没接吻吗？没互相脱衣服吗？你没将他抱上床吗？沈朗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在我看来说什么都没用，在我这里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不信了。我继续，我放你自由去追求爱，不好吗？我不缠着你，不好吗？我把孩子都带走，让你能够跟你爱的人没有负担的在一起，不好吗？沈朗看着我说，不是的，不是的。我说签了吧，不签我会走诉讼，到时候你不仅钱没了，连名誉都会没了。刘英自然也没有好果子吃。你是过错方，这些都是我应得的，你放心，财产以后都是2个孩子的，他们都是你的孩子，难道你要他们流落街头，或者以后过苦日子吗？好的坏的我都说了，道理讲了，情感也打了，孩子的，他情人的。沈朗签嘛，他当然签，他就算不顾自己的声誉，也得保护真爱嘛。明天去民政局办离婚，顺利，太顺利了，顺利到出了民政局大门，我就笑了。沈朗原本是有些伤心的，看我笑，一脸疑惑看着我，我不搭理，转身上自己车走了。果然啊，就应该在男人真爱上脑的时候出手，这样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站在妈妈的墓碑前，妈妈，你看，我拿到了绝大部分财产，我没有跟你一样。我擦点眼泪，妈妈，果然恋爱脑不能有，对不对？你恋爱脑，然后一无所有了。沈朗恋爱脑，现在变成我的打工人了。我笑，哪怕流泪，我的嘴角都是扬起的。离婚协议上，我跟2孩子拿到的份额超过沈朗，他现在不就是我和2孩子的打工人了吗？我把婚房租出去了，卖什么卖，好歹是一处房产。不想住，这就重新买一套呗。朋友说我是真虎，离婚这么大的事，就自己这么悄无声息地办了。我就自己能依靠，再大的事都得自己办不是？没关系，之前20几年都是自己这么过来的，只是中间走丢了10几年，现在又回到我自己的轨道上而已。生完孩子后，我报了个恢复班，想把身材恢复到从前，恢复不到也行，就是不能胖。身边有追求者，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感兴趣的就处一处，不感兴趣的交个朋友，谁还嫌自己朋友多？结不结婚我都无所谓，反正我现在不缺钱，也不缺孩子，我不用担心老了穷困潦倒，也不用担心老无所依。2儿子呢？身材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小儿子也能自己打滚了。合计，自己开了个艺术培训班，受大儿子的启发。大儿子爱画画，每天接他下课都要在他培训班等。我想着干脆自己开个，这样既不耽误我跟儿子的亲子时间，我也可以有份工作，不至于脱离社会，关键还自由。培训班发展的还不错，招了几个颜值、画技都不错的老师。其中有一个21岁的孩子，天天跟在我后面喊姐姐，什么心思一目了然。颜、身材我都吃，但就是年龄差距太大了，15岁，我的天，我比他大15岁。追得猛了，我有点招架不住，直接跟他说，姐姐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男孩笑着还有酒窝，说，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我很软的，不需要咬。话说到这份上，还能怎么办？半推半就吧。男孩虽然年纪小，但心里还算成熟，不会胡搅蛮缠，也不会莫名其妙吃醋。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难免跟前夫遇到。一家茶餐厅遇到了前夫和他拼头。为什么说拼头呢？因为刘英没离婚，他俩现在继续偷偷摸摸。我为什么知道？其实离婚后，防止自己伤心难过，我几乎隔绝掉前夫的所有消息。是朋友有次来看2儿子，顺口说了一嘴，
看到了，我心里没多大波动，就跟见了一认识的人一样，没什么特殊的。但我的现男友任成宇脸色非常不好看，死死盯着前夫和刘英那处。前夫和刘英两人要正常面对面喝茶也没什么，就是前夫时不时的就要抓住刘英的手，刘英也不拒绝，说两人没关系谁信。我问任成宇怎么了，任成宇什么都不说，只说换个地方吃饭，我无所谓。但任成宇的态度让我起疑心，稍加打听，终于知道了真相。就我、任成宇、沈朗还有刘英什么关系呢？这样说吧，我前夫沈朗跟任成宇他妈搞婚外情，换句话，我睡了前夫姘头的儿子。再简单点，任成宇是刘英的儿子。我笑得直打嗝。朋友说我绝对是这段四角关系的胜利者，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只觉得任家母子真心厉害，哈哈。一个找小自己12岁的，一个找大自己15岁的，互补了。任成宇最近不怎么来找我，估摸着忙着查清楚他妈跟沈朗的关系。任成宇来找我是1个星期之后了，突然敲我办公室的门，进来便问我知不知道沈朗和我妈的关系。我问你妈是谁？他说我妈叫刘英。我冷笑，我前夫婚内出轨对象，她是你妈呀？我故意冷了脸色。任成宇原本进来有点问责的意思，现在一脸的尴尬。我以为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报复我妈，没那么闲。再说了，我都跳出来了，干嘛还把自己再拖回去？还有，是你主动追的我，我那会儿并不知道你是谁儿子，要是知道了，你觉得我会跟你在一起吗？任成宇面色难看，看着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不会原谅你妈，她在我怀孕的时候跟我前夫搞在一起，她让我孩子没了爸爸。任成宇连说了10几个对不起，然后走了。早上起来，那个给我发过信息的陌生号码又给我发了信息，你不想报复沈朗和刘英吗？我说不想，他们怎么样跟我无关。陌生号码，你是个懦弱又可怜的女人，怪不得会被个老女人抢了男人。到这里，我基本上已经猜出给我发信息的是谁了。公司业务部有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就是3观有点不正。都知道她想嫁给有钱人，甚至可以做小三。进公司后，她的目标就是沈朗。可惜沈朗看不上她，没正眼瞧过她，甚至敲打过业务部经理，说别什么人都招。业务部经理吓得要辞退这姑娘，这姑娘也吓得立马安分守己了起来。假象吗？这种女孩子一有机会肯定会出击。就像现在，我不愿意掺和前夫和刘英的事，她语言刺激没用，只能自己下手。沈朗和刘英的事情败露了，姑娘将他们的婚外情告诉了刘英老公、家人。刘英不愿意离婚，但她的丈夫坚持，不是什么墨守成规、死脑筋、要面子的男人。老婆出轨了，底线问题，坚持离婚，不管多大年纪。到我70岁了，我还记得刘英男人说过的话，你触及到我的底线了，哪怕我已经50，哪怕等过几年，我可能因为没有老伴，生病没人照料，我也得跟你离婚，多清醒的人啊。父母离婚后，任成宇很伤心，天天往我面前凑，找安慰。我都没认真想过要不要拒绝，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跟任成宇有一搭没一搭的处着。任成宇跟我说过，私心里他是不希望父母离婚的。知道母亲背着父亲出轨后，他找他妈谈过，他希望他妈能够回归家庭，做个好妻子，不要伤他爸的心。任成宇说，他妈当时已经有悔意，而且在他面前发了毒誓，说立马会跟沈朗断干净，说他会回到他爸身边，只希望任成宇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他爸。任成宇是答应了，但知道刘英和沈朗事的又不止任成宇。女孩终究没沉得住气。刘英离婚了，不是成全了沈朗和刘英了吗？她更加没有机会了。就目前而言，任成宇有分寸地缠着我，白天我们在机构装正常的上下属，晚上趁2个孩子睡着后厮混在一起。我介意刘英是他妈吗？当然介意，可我睡他儿子，怎么着我都不吃亏。当然，任成宇也不吃亏。
2年，沈朗和女人的感情只维持了2年。2年后，两人和平分手。他们伤害2个家庭换来的所谓的爱情，也不过是维系了2年时间。分手后，刘英没了依靠，只能找自己的儿子，发现儿子的住处有长头发。刘英问自己儿子是不是谈女朋友了，任成宇说谈了。成宇，妈妈不是要阻止你谈恋爱，你也已经成年了，有谈恋爱的自由，就是妈妈想问你，对未来你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任成宇问。你是打算出国，还是在国内考研？你是学艺术的。其实在国内考研没什么意思，还是出国去开阔视野比较好。我没有出国的打算。为什么没有？可以打算的呀。任成宇看了眼自己妈，终究什么都没说。我和任成宇的事情被他妈发现了，他妈震惊地指着我，哆哆嗦嗦地问我是不是在报复他。我说男欢女爱很正常的事，怎么1个2个的都扯上什么报复不报复？你们很值得我惦记吗？我还说原来睡弟弟是这种感觉呀，突然就理解你了。刘英的表情就跟裂开了似的。他就是个双标狗，自己找了个比他小12岁的可以，自己儿子找个大15岁的不可以。他说他接受不了自己儿子娶个年纪这么大的。是的，任成宇向我求婚了，我在考虑要不要答应。刘英找了我几次，见我不搭理，便去找了沈朗。沈朗约我见面，被我拒绝了，非必要不想跟前夫有什么牵扯。沈朗便在我培训班外面等我，送俩孩子回家。知道沈朗开车跟在我后面，也知道现在沈朗正在我家楼下。想了想，还是下楼找他。坐进副驾驶，沈朗问：你跟刘英儿子在一起？我点头，刘英说你在报复他。我翻了个白眼，嘴皮子都快说烂了，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沈朗沉默一会儿，开口：晴，我后悔了，跟刘英在一起后，我满脑子都是你，每天都在想你。我皱眉，想我做什么？会想起你的一切，想我们在国外一起做饭，想回来后一起创业，想我们躺在床上，我握着你的手不想放开。我明明之前想的不会放开你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放开了。我说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有印象了。沈朗苦笑，对不起晴，我爱你，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觉得他莫名其妙，扫了他一眼，挺陌生的，毕竟确实离婚后没怎么见过他。其实在沈朗找我之前，沈朗在我的记忆里还算可以的，除了精神出轨及肉体出轨让我觉得恶心之外，他的样子，他的精神状态，他对工作的态度，我都非常欣赏。可如今再看他，也不过如此，眼角已经有皱眉，发际线好像也高了些，小肚子好像还没有，但背部线松垮了。跟刘英在一起没好好健身吧？对自己疏于管理了吧？我笑着说，什么机会？让你再伤害我一次的机会？我不会的，我发誓。谁信？做个人，放过我，好吗？沈朗抿嘴，继续道：晴，我们有2个孩子，孩子不能没有爸爸。我觉得好笑，他们有啊，我从来没阻止你看他们，是你自己掉进温柔乡里，2年多没关心过他们。别拿孩子绑架我，他们有爸爸妈妈，只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不会是夫妻，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不是我，是你，所以滚吧，见孩子让你见，但是别来烦我。说完，我便下了车。朋友说，如果沈朗真心悔改，要不就给他一次机会，毕竟我俩之间有俩孩子，孩子在健全的家庭下成长，比跟着单亲妈妈好。我说，我跟沈朗复婚，也就意味着我的孩子以后可能会生活在一个父亲时常会出轨的环境下，同时还意味着我可能要面临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干嘛想不开，要把自己和孩子拖入深渊？刘英又找了我几次，苦口婆心的样子，说自己儿子年纪小，不懂事，说任成宇学业还没完成，不能耽误在情情爱爱上。他说这话时，我就直勾勾地看着他，看得他面红耳赤。刘英继续说，
是自己不要脸，不应该跟沈朗在一起，但是他跟沈朗已经分开了，希望我能放了任成宇。我笑着说，刘姐，你这话说的不对吧？我可没缠着任成宇。是成宇一直缠着你，但他年纪小，哪里懂什么情爱，不过是玩玩，等他玩腻了，对你也不好，对吧？我嗤笑，刘姐，你这话说的还是不对，任成宇是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判断，你不能因为你年纪大，多玩了几个男的，就觉得像他这个年纪的不懂情爱。按理说，我们都是从他这个年纪过来的，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时候的情爱是最纯真的，怎么能说是玩玩呢？你这样说，太不尊重任成宇了。刘英张嘴还要说什么，被已进门的任成宇打断。妈，你背着我找我女朋友做什么？晴晴说的对，你就是不尊重我。刘英站起，面向任成宇说，妈妈没有别的意思，妈妈就是觉得你们就这样在一起太潦草了。妈妈，你跟一个已婚男在一起就不潦草了吗？刘英哆嗦着嘴，不知道说什么，怕是没想到这种狠话是自己儿子砸到自己脸上的。妈妈是个成年人，有为自己做任何决定的权利。任成宇，我也是个成年人，也有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你还小啊，你不懂。我什么不懂？不懂你找沈朗，让沈朗重新追晴晴，还是不懂你在黄阿姨面前说的那些话？任成宇继续，我实在不懂，是你先背叛爸爸，现在爸爸好不容易找了个照顾他的人，你又去搞破坏，你是对破坏别人的家庭有什么癖好吗？原来沈朗是刘英教唆过来追我的呀，真厉害，这个女人真不是一般厉害，把沈朗拿捏得死死，什么都听他的。我没有破坏别人家庭，你黄阿姨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你们得小心被骗啊。被骗也是我爸心甘情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任成宇和刘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我拉的架，没办法在我机构里。差不多时间点，老师们快来上班了，孩子们也快来上课了。生活有时候就是充满狗血和拉扯。沈朗时不时的会来骚扰我，所谓的求复合。他现在对我做着当初追刘英时一样的事，每天早上来我楼下给我送花，晚上在培训机构等我。每天几乎都能看到他站在教室玻璃门外看着里面的大儿子画画。首先我得说明，我从未教导过大儿子不理自己的爸爸这样的事。大儿子不理他，纯粹是因为他自己做的太过，2年多没来见儿子。2年多，大儿子不知道问过多少次，妈妈，爸爸为什么不来见我？对，大儿子和沈朗是通过电话联系，但电话是他爸爸吗？小儿子不用说啊，完全不认识他，虽然会用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但在他眼里，沈朗完全就是个陌生人。沈朗也想抱抱小儿子，但小儿子认生。有次被他跟得烦了，我问他，你就这么听刘英的话，刘英让你回来追我，你就天天巴巴的在这耗着。沈朗表现得一脸疑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刘英要我放了他儿子，让你过来搞破坏不是吗？沈朗摇头说，我跟刘英是真真正正的结束了，我不会为他做任何事。晴晴，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会弥补的。不用，千万别，我现在挺好的，就是你能恢复正常，我可能就更开心。晴晴，我没有不正常。我撇嘴，不信，你不会是得了什么病，不能有孩子了吧？沈朗无奈，我也没病。呵，随便你吧。至此不再搭理他。任成宇呀，把沈朗当敌人，沈朗在，他必在。沈朗看着，他就黏糊在我身上。沈朗开车跟在我后面，沈朗当着他的面进我家门，然后早上跟我一起出门。身上显眼的，我看不见的地方，时不时的就会有些痕迹。刘英听说跟她前夫的现任干上了，她净身出户嘛，钱都在她前夫那里，她不甘心自己的钱给别的女人花，更何况那个女人还经常买一身名牌到她面前转悠，有时也会来找我说她儿子的事。这女人怎么就这么看不开呢？我多大，她儿子多大，我那跟她儿子处多久，自己都说她儿子就是玩玩了，那就当玩玩不好吗？
对了，因为任成宇的关系，我跟他爸还有些联系，可能都是被背叛过的，莫名的还挺有共同话题，生活还在继续。等我们年迈，回头再看，不过是过眼云烟，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过得开心。全剧中